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祥瑞。今天来聊聊平行宇宙。我们都向往，我们能够在另一个时空下遇见我们想遇见的人，去改变过去曾经很后悔的事情，甚至想到未来，看看未来的自己是怎么样的人。故事是在一个晴天的下午，那天我与我的朋友约了见面，喝杯咖啡，与朋友聊天，却意外地聊到了平行宇宙。我的朋友是个学道中人，从小呢就开始接触神、佛之类的事情。我自己对于这些事情的可信度上来讲，还是有个7、8分的。说到平行宇宙，先来聊聊薛丁格的猫。薛丁格的猫，这里我们先来快速理解一下薛丁格的猫。这是一个科学的思想实验。有一个叫做薛丁格的人，把猫放在一个箱子里面，而这个箱子里装了有一个氢化氢气体的玻璃烧瓶和放射性物质放进封闭的盒子里。当盒子内的监控器侦测到衰变粒子时，就会打破烧瓶。简单来说，就是打破瓶子，猫会死；不打破，猫不会死。而会不会死，又牵扯到波函数坍塌。简单的来说，就是当我们不观测这个盒子里面的猫，猫就会呈现一个活状态与死状态叠加态的猫。当然，猫至于是死还是活，科学家到现在为止也并没有找出真正的答案，这永远是一个谜。那我们用最简单的理解，就是猫就是死跟活2种状态来理解，要么猫被毒死了，要么瓶子没破，猫活着，而不去特别讨论衰变粒子的问题。意思是存在着2个世界，一个是死猫的世界，一个是活猫的世界。再来，我们先来理解一下什么是平行宇宙。平行宇宙在哪？平行宇宙的地点呢？他说就在这里，它属于一个空间的状态下，是呈现重叠的状态的，是一个相似且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我接着问他，那怎么去？他却问我说，去了你要干嘛？你不怕后悔吗？其实就是出自于最简单的好奇，因为我们总想着去了平行世界之后，可以拥有着像电影或漫画上的那种改变过去、改变未来的幻想。世界就是如自己随心所愿般的，我想要干嘛就干嘛。我可以选择我想要签的乐透号码，我可以知道我未来要跟谁结婚，我可以改变过去我曾经很后悔的事情。他很简单的对我说，你想太多了，根本上的理解也是错了。他从时间的部分开始跟我说起，首先要理解时间。首先，时间是长这样子的 ：A 称为现在待的世界线，是我们现在的时间；而 B 的世界线是未来的时间 ，C 则是过去。以我们的常识判断，这叫做过去及未来。而事实上呢，是这3个世界的流失的速度不一样而已，所以我们会称呼它叫做过去及未来。爱因斯坦在很早以前就提过时间、空间不存在的概念。人、动物因为感知而有了时间，作为一个定义也很方便。
什么是1分钟？什么是1天？什么是春夏秋冬？因有人感知的状态下，我们会认定时间与空间是存在的，但平行世界就不一样了吗？祖父悖论的故事，你听过吗？假如你回到过去，在自己父亲出生前，把自己的祖父母杀死，但此举动会产生一个矛盾的情况：你回到过去，杀死你年轻的祖父，祖父死了就没有父亲，没有父亲也不会有你，那么是谁杀了祖父呢？祖父没有因为你而死，那你何以杀死祖父呢？这就是祖父悖论的矛盾。要去到平行世界，就必须要调整意识。我们人的脑中都会有着一个松果体，松果体这东西在科学上的解释是人体最小的器官，它负责制造褪黑素，一种会对睡醒模式与昼夜节律功能的调节产生影响的激素，其形状像是一颗小松果。文献当中，民间谣传将松果体称之为第3只眼。这里它的解释是，松果体的本身是一个意识能量的接收器与发射器。松果体如在早年18岁以前尚未开发的话，当人成年以后就会变得没有什么用处了，也很难再去开发与激活。同时也说到，小孩在3岁以前都是能够看见灵体的，但在3岁以后，天庭盖硬化后，会渐渐的开始看不到，以及3岁以前的记忆会被消除。说了那么多，到底怎样才能去到平行宇宙呢？这边他回答到，要进入平行宇宙，目前知道的方式是利用意识或睡眠时去到平行宇宙，而去到平行宇宙有观测者与自身交换的2种行为。这里我就问到他了，你确定你不是在做梦吗？他也很明确地回答到，3种梦境，一种是鬼带给你的幻觉，一种是神带你去上天堂或地狱瞧瞧，当然神也能制造出一个梦境空间，也可以称为是幻觉的一种。当然神没事情或没有任务是不会带你去天堂或地狱的。神是存在的，神是无所不能的，但因神界的法律以及许多的天机不可泄露，所以对于神的认知要改成神并非无所不能，法律是有边的。说到这，我认为他脑子是清醒的，我并不会认为他是在胡说。第3种呢，则是观测者与自身交换。所谓的观测者呢，就是以一种旁观者的角度去观察，而不能做出任何事情，有点类似透过别人的眼睛而体验到、看到、摸到、感受到梦境里的那个人是谁，长什么样子，摸起来的感受又是如何，感受又是如何。那你要怎么确定你不是在做梦呢？而是作为一个观测者去到平行世界？这里他回答到，很简单，作为一个观测者呢，会很清楚的知道时间点是过去呢，还是未来。过去发生的事情叫做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作为观测者来讲，你会知道过去发生什么事情，但由于世界是相似的，而未来呢，就是尚未发生的事情。前面也有提到，平行世界的时间速度是不一样的。也许这一次回到过去的10年前，也许这一次是到了未来后的2天。今天也许是10号，而去到的平行世界是12号。
接着我就问他了：你会去把你的祖父杀死吗？这里他的回答就挺实际了。如果是回到过去，是以观测者的身份，就有点类似在看录影带一样，看完了再经历过一遍类似的过去。而如果是与自身交换的，也不太可能去杀一个人。杀人是需要勇气的，以及没事干嘛去做这种蠢事。而且这个假设是不通的。人的出生是注定的，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去决定他什么时候出生，而死亡则是有分定数与变数。这里我就接着问，什么是变数？他说，人的八字啊，生死基本上是定好的，那为何说死亡是变数呢？因为人总有倒霉的时候。当一个人在倒霉的时候，时间、空间的影响下，就会遇上意外。如因意外而导致死亡的人，阳寿未尽，都会提前再去投胎做人。所以你说的蓄意去杀掉自己的祖父，这事情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以及不被允许的。我又接着问，你说的都是在梦的状态，在梦的状态要如何去到平行世界呢？这里他就很复杂的说了，他说要去到平行世界，首先要达成2个条件。能量就在乎于你的松果体发不发达，意念有多强大，意念的强大是必须的。也就是说，18岁以前，如果你的松果体未开发的话，基本上是没有机会去到平行宇宙了。但更困难的是频率。这里我就很困惑的问他，为什么？他说到频率这东西呢，就有点类似法丝线，有着成千上万条的线，你很难去抓到你想要的时间点。而在那个状态下，那个频率下换到的那个平行世界，像我前天才换了一次平行世界，我又很惊讶的问道：是醒着的吗？怎么的换了？他说他换到了一个时间空间只差了2分钟的平行世界，因为我看了表，然后这里没有什么不同，那换过来这里也没有什么意义。那我这里就很好奇的又问了，假设当你去到平行时空，未来的时间或者是过去，那原本的你在哪里？他这里的回应又是让我再度脑洞大开啊。他说到平行时空是这样的，平行时空基本上换来换去，不太容易在醒着的状态下换到未来，多半是以观测者的状态去到未来。而平行时空当交换的状态下过去了，这一个时空的世界就会关闭，而又再度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或者是去到了一个别的世界线，而当下存在的那个世界的我就会在那里那个世界待着。平行世界的数量是多到将近无限大，而大多数的平行时空都是99%相似，因为频率相近的你才有可能过去那里。要去到一个频率差很多的平行时空，那基本上很困难，以及多半去了没有什么好下场。你在一个你熟悉的环境里，突然到了一个一样的环境，但过去发生的事情不太一样，以及人是你不认识的状态下，多半会被当成神经病的。这里的解释，我认为也是颇有参考价值的。在科学上来讲，人类挖掘科学一直都是想去自由的控制时间、时空，想去到平行世界里
去得到一些未来的情报，或者改变过去认为不对的事情。如果你知道未来的情报，那对世界的影响其实是非常的大的。我们可以开始不用工作，开始知道哪一个国家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他的解释让我认为有点类似违法的状态。当然，世界上也是有许多真实发生去到平行时空的世界而回不去原本世界的案例。这里他也回答到了平行世界的时间，我们的用词是过去跟未来，实际上只是那个世界的时间走得比较快，所以你认为是未来。当那个时间走得比较慢，你认为是过去，这样罢了。未来这种东西100%可以去改变的，没有任何一种未来是不可以被改变的。人常妖言惑众地说，运可以改，命不能改。所谓的命不能改，指的是大致上的方向是一样的，而所有的平行时空都会借由一个固定的目标，只是走过的路跟过程让你认为不一样，而最后达到的终点都会是一样的。他说到这里，我好像又懂了一点什么，意思是我们可以选择坐飞机、坐火车，但目的地都会是一样的地方，只是用时与过程有点类似这样。最后他也说到了，人想要随心所欲的回到过去的时间，以及去到未来的时间，其实是可以的，但通常都会被封口，也就是天机不可泄露。人活在世上，就是要好好修行，心安随处即净土，修道何必去深山？行善积德千层远，纯人纯义天地宽。欲除烦恼先忘我，各有因缘莫羡人。岂能尽如众生意，但求无愧本愿心。以上是跟我朋友聊完的一些关于平行世界的事情，我个人觉得可信度上来讲，还算是个7、8分吧。那你是怎么想的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我是祥瑞，我们下次再见。